大家好，比特币短期又在盘整，等下来聊聊一些长期指标开始有转折的迹象。所以这2年一路买进的比特币，已经让我和一些粉丝赚到了一部分的钱。那新的粉丝朋友们，这一次75K 或者是80K 左右，如果你有跟我一起再做多或买进比特币的，等下来讨论大佬的观点，比特币有可能还会让你变成富人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，实力不用我讲，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自比特币10万美金跌到7万5千美金，交易群当时是在这个低点的位置，包括 YouTube 视频也是提醒朋友们去做多。我现在是感觉比特币上面的压力这一个9万美金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只要一根上涨不到10%，它有可能这个9万压力就突破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4月19号就是收盘的时候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这2天是有开始在买入啊。而且这个 MACD 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已经是有一点进入零轴的多方强势区。所以如果我们再切换到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前段时间是有跟朋友们判断过，也就是比特币如果我们观察这一根下跌的蜡烛，它很像2023年当时这一根下跌的蜡烛，后面在这个位置比特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根左右是在这个低点一举突破了，就是当时这个2万9的压力区。所以目前的位置如果也是同样数蜡烛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或者是我们数个9根也可以啊，就是这2根蜡烛是一个多方的吞噬，有没有可能就像当时这个位置多方的吞噬？那最近主力到底会不会拉，我是很难猜啊，因为我也不是主力。我们要防它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盘整，就像这2根蜡烛盘整完以后，后面这一根蜡烛一举突破，就是这个9万的压力。所以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还是在盘整，或者是还有没有可能时间2周？时间是很难猜哦。如果真的类似之前2023年这个位置的走势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哦。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ETF 的数据，最近可以看一下贝莱德已经是连续4天哦，他们都在买入这个比特币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，或者是之前在75K、74K 的这个高点，它就是前面这个高点的支撑。而且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黄金比例，这一波从15K 开始的上涨，或者是我们再画一下，它从这一个3万9的低点到这一个11万美金的高点，回撤的0.38。就是这一次的低点0.38历史的经验，只要不跌破，有可能整波牛市是还在的。或者是真的有跟我一起在80K 以下再买入比特币的朋友，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后面上涨会让你变成富人。我们来看一下大佬的观点，我们来看一下推特上面，也就是穷爸爸跟富爸爸的作者，我也是他的粉丝哦，因为他的书籍我也看过好几本。那我们看一下他最近提到一个观点哦，这边有提到，如果你是穷人啊，买入一部分的黄金，或者是白银，或者是1/2的比特币，他预测有可能会让你变成富人，而且他这边是有坚定的预测，或者是相信，就是到2035年，1枚比特币会达到100万美金，而且黄金的价格会达到3万美金。当然，他的观点或者是他提出的一些基本面，其实我也讲不来哦。我想跟大家讲，世界上不管是股票或者是那一些法币，其实大部分都是骗局哦。因为股票也是人印出来的，它能上市，有可能就是通过腐败。99%的人心，你只会想方设法怎么把这一个上市公司募集来的资金，然后通过正规的手法跑到自己的口袋里面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Michael Saylor 这几天发表的一个言论或者是观点，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一看的话就非常的喜欢。比特币是没有对手盘的风险，
比特币是没有公司的，没有国家，没有债权人，没有货币，没有竞争对手，没有文化，甚至比特币都不怕混乱啊。这里面有提到，就是比特币是没有公司、没有国家的。所以刚刚提到的那个观点，太中心化的东西，它有可能往往被高层的那一些人给管控。就比如说股市或者是法币，我们身为穷人啊，尽量要多买一些比特币。长时间来看，有可能就会让你变成新的富人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12天的图表，也就是非常传奇的这一个 MACD 指标。2年之前，比特币当时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的时候，其实长线的朋友们，你尽量买在这种底部的位置，只要 MACD 黄金交叉，就给我全力压身家去买入。因为2019年当时也是比特币长达1年的下降趋势，下方的这个 MACD 指标只要金叉，你就全力给我 all in 去买入比特币。那前几天有跟大家提到，就是我们要去多观察比特币，如果连12天的这个 MACD 指标它都开始呈现上升的走势，有可能会不会类似前面几波，只要这个柱状开始上升，后面比特币价格就是上涨的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